身强力壮大力恒，可惜怒气受内伤。骄阳似火至大地，暑气如蒸锁9天。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个季节，但是全家练功讲究夏练3伏，就是利用酷暑来增强意志，提高身体的防暑能力和适应能力。但是练功不得当，身体也会受到损伤。所以在夏季练功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，训练场地要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，如果在室内就要远离空调和风扇。第二点也很重要，就是练功前一定要做准备工作，要做好热身。第三，夏季练功主要是巩固技术、提高技能为主，所以运动量要适当小些，那些耐力的还有力量型的要适当减少，而柔韧性的可以增多。第四，练功要注意饮水的科学性，运动中不要喝水，如果出汗多可以适当补充一点，运动完以后不要马上喝水，要休息一会儿，少量多次的来喝水。上面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夏季练功应该注意的问题，因为无论练功还是演武，不尊重科学，硬怒气努力，身体也会受到伤害。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横寿山先生是八卦掌20名家刘德宽先生的大弟子，他身强力壮，功夫好，有几百斤的力气，故人称他为大力恒。有一天，朋友请横寿山吃饭，一会儿练武的朋友来作陪，大家酒足饭饱后就谈起了练武的体会。正谈到兴头上，主人突然对大力恒说：大力恒，人家都说你有把子力气，你能不能一只手把这桌子连碗带碟儿端起来，而且要端平啊，这桌上的碗碟里的汤一点都不能洒。大伙儿一听主人这么说，齐声说：对，恒师傅，你呀一定能端起来，来来来，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。对，露一手，大力恒嘛。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，这大力恒就有点坐不住了。本来练武的人都有点要面子，他心想，大家伙儿这么邀请，我要不接着是不是有点丢面子呀？便说：那我试试吧。于是大伙儿站起来，赶紧给他腾地方。当时也是这大热天，大力恒酒足饭饱，吃下的饭菜都在胃里积着，还没消化。他站起身，紧紧腰带，冲手心里哈了一口气，蹲下身，伸出一只手攥住桌子腿儿，运足全身的力气，只听他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起，真的把桌子平端了起来，走了2步，挪到别处，又轻轻地放下，桌上汤碟里的水一点没洒。大伙儿见状齐声鼓掌，好好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要知道过去这饭桌啊都是硬木的，再加上这一桌的饭菜怎么也得有上百斤，可就因为这一起哄，一叫好，一要面子，酿成了悲剧。由于大力恒酒足饭饱，他蹲身挤压了内脏，而且又努力又努气，憋气过甚，血脉暴胀，内脏一下受了伤，功夫也就没有了，而且自此留下了内伤的病根，实为可惜。所以练武的人一定量力而行，千万不能因为面子而去逞强，一定要科学的训练，适时适季的去练功，这样才能健康技艺双丰收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。